Hello， 大家好，我是豆豆。毒宗宗主的出现一下子就改变了战场的局面，燕若天和木兰二老连忙躲到了他的身旁。萧炎目光投向巨鹰之上的白发女子，心头微微一沉，他能感觉到这个神秘女子的实力恐怕不比美杜莎弱多少。萧炎问身旁的美杜莎：“有把握对付她吗？”美杜莎迟疑了一会儿，摇摇头说：“难。”此人极其诡异，拦住他便已是极限。想要打败的话，除非拼到两败俱伤。萧炎咬咬牙，能拦住他也行。木兰三老已经被他废了，燕若天就由他来对付。他们两人商量时，毒宗宗主将和燕若天吵架的木兰二老打发去了下方的军队中。斗宗级别的战斗，他们两个已经掺和不上了。天毒女瞥了一眼燕若天，一边说着美杜莎交给他，一边抬起头看向美杜莎身旁的黑袍青年，发现那个所谓的炎盟盟主是萧炎后，天毒女脸色一变，喃喃自语：怎么会是他？戴着面纱的天毒女顿时变得十分挣扎，好一会儿后，她终于开口，让燕若天对付萧炎。燕若天狰狞着声音说：“放心吧，我会让他在我手中痛快的死去。”话音一落，燕若天就被天毒女扫射过来的冰冷目光吓得心里发毛。他干笑着问：“怎么了？”天毒女充满冰冷的声音响起：“记住，我要活的。”天毒女的要求，燕若天自然不敢不从。他问天毒女，等下他们开战时，不知大军是否可以直接进攻？只要将要塞攻破，对方必定士气大跌，连带着加玛帝国的强者也会心生退意。原本天毒女也是这么想的，但此刻的她却有些抗拒这种做法，因为她知道若是这么做的话，加玛帝国必将会死伤无数。但现在萧炎在这里，他拒绝了燕若天的建议，只要能将美杜莎和炎盟盟主解决，加玛帝国自然会不攻而破。说罢，天毒女脚尖一点，立于虚空，让美杜莎投降。以美杜莎的傲气，这自然是不可能的。萧炎站在一旁，目光在天毒女的身上来回扫了扫。天毒女袖中的小手微微一颤，她让炎盟投降，她能担保不伤一人。萧炎略带嘲讽的笑了笑，投降是不可能投降的，但不知为何，他总感觉天毒女有一抹熟悉的味道，却又找不到头绪。天毒女灰紫色的眼眸转向美杜莎，她觉得萧炎的依仗就是美杜莎，既然如此，她便将美杜莎打败，到时看萧炎是否还能如此坚持。说罢，他就和美杜莎打了起来。燕若天朝着萧炎而去，他对萧炎的身法斗技很感兴趣，打定了主意，等将萧炎擒住后，要好好研究一番。可惜燕若天仗着自己是斗宗，并没有把受伤的萧炎放在眼中，然后就被萧炎的开山印打得鲜血狂喷。听到要塞上加玛帝国的欢呼声，燕若天感觉自己颜面尽失，咬牙切齿地说：“小子，本宗定要将你的手指一根根地拔下来。”他背后巨大的焰翅一震，五指化为金色指剑，对着萧炎全身各处要害刺去。暴怒的燕若天已经忘记了先前天毒女对他的交代，萧炎有些狼狈地躲开攻击，最后他被燕若天一拳打得不断往下坠落。要塞上的海波东见萧炎的情况，火速展开兵役，直冲萧炎所在的方位。半空中急速坠落的萧炎眼睛紧闭，看起来就像陷入了昏迷，实际上他正在暗中凝聚三色火莲。燕若天追上坠落的萧炎，手掌抓向他的脑袋，但却被萧炎直接躲开。萧炎的身形猛地一转，手掌一甩，一朵巴掌大小的三色火莲朝着燕若天而去。赶来救援萧炎的海波东看到三色火莲后，眼中涌现一抹骇然，急忙止住身形，然后不要命地对着要塞跑去，生怕被火莲波及到。震动天地的爆炸声响起，战场上无数道目光都停留在火云上，而刚退到城墙边上的海波东一回头就看到了再次坠落的萧炎，他冲着萧鼎等人尴尬的一笑，赶忙再度转身急速朝着萧炎而去。好在这次萧炎挣扎了两下，还是艰难地停在了半空。海波东松了口气，凑上来问萧炎没事吧。好在萧炎如今已经是斗皇，凝聚三色火莲也只是比较脱力。可惜三色火莲的威力虽然强，但他毕竟和斗宗差了一个级别，只能重伤燕若天。此时狼狈的燕若天从火云中逃出来，他不仅衣衫尽数破裂，背后巨大的焰翅也像被拔光了一样，光秃秃的极为难看，气息更是萎靡到了极其虚弱的地步。萧炎一日之内连败木兰三老和燕若天两名斗宗强者，这般战绩足以让他名扬西北地域，连带日后的炎盟和加玛帝国的地位也有所提升。
重伤的燕若天拖着残破的身躯躲进了联盟大军之中。萧炎并没有追上去，他的消耗太大，即便追上去也难以阻拦。他将目光停在了打得火热的美杜莎和天毒女身上。萧炎震动着双翼，在战圈不远处停下身形。三宗联盟中2位斗宗今日皆是完败，他奉劝天毒女尽快退去。打得火热的2人都没有理萧炎，但或许是萧炎在这里可以干扰心神，天毒女的身形突然一缓，美杜莎抓住这个破绽，一掌打在了她的胸前。被打了一掌的天毒女喷出一口鲜血，化为一道血剑，诡异地钻进了美杜莎的手掌中。等萧炎反应过来时，他们2人都向后退了好几步，脸色苍白。天毒女见血液钻进美杜莎体内，嘴角浮现一抹冷笑，而后就发现脸颊上的面纱在血箭射出时被打落了下去。在她摸着脸颊的瞬间，萧炎也看向了她。看到面前这张熟悉的脸，萧炎使劲地眨了好几次眼睛。片刻后，难以置信的声音响起：“小医仙。”天毒女微微一颤，将血液吸进嘴中，淡淡的说：“她认错人了。”萧炎眼睛顿时瞪大，怒骂了一句：“放屁！”当年那个一身白衣的善良女孩，给他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他深吸了一口气，问小医仙究竟在干什么？他也是加玛帝国的人，为什么还要发动战争？小医仙沉默片刻，缓缓地说：“你认识的小医仙已经死了，现在的我是毒宗的宗主天毒女。”萧炎握紧拳头，问他是不是因为恶难毒体的缘故。小医仙神情恍惚，他本就是在恶难中而生，生存的意义也是将恶难扩散出去而已。当年他便和萧炎说过，他迟早会走到这一步，因为恶难毒体的命运历代都是如此。如今的他，不管是谁碰一下，都会以最痛苦的方式死在他的面前。当年小医仙离开加玛帝国后，来到了出云帝国一个小山村，在那里他借住在一对无子无女又善良的老夫妻家中。老夫妻将他视如己出，村里的人也待他很好。那一年他也过得很开心，但那对老夫妻却因为触碰了小医仙，痛苦地死在了他的面前。小医仙在老夫妻的坟前跪到昏迷，醒来时头发就已经全白。他也终于明白自己就是一个将灾难带给身边人的灾星。想通了这一点后，小医仙将自己的善良藏了起来，变成了冷漠无情的天毒女。就在萧炎心中轻叹时，身后传来了一道喷血声。美杜莎脸上闪过一丝痛苦之色，小医仙的血里有毒。萧炎脸色一变，转头怒视小医仙。小医仙目光冰冷地说：“恶难毒体，谁碰谁倒霉，这是他咎由自取。”美杜莎眼眸一冷，一点毒液而已，还想让他屈服？即便是在毒发之前，他也能取小医仙性命。眼看2人一言不合又要大打出手，萧炎顿时怒吼。见他们2人安静了一些，萧炎抬头跟小医仙说：“当年在小山谷说的，不管日后他是否走到那一步，萧炎依然是他的朋友。这句话即便是如今，也同样如此。”小医仙冷着声音说：“当年的那些事，他已经忘记了。”既然忘记了，萧炎便让小医仙对他出手。说完，他直接毫无防御地走向小医仙。美杜莎有些担心，毕竟小医仙浑身的剧毒，就连他都觉得麻烦。萧炎一步步走到小医仙面前，看着小医仙苍白的脸，他知道小医仙从来没有忘记过。见萧炎伸出手想要摸自己的脸，小医仙急忙后退几步，问萧炎找死不成。萧炎一把抓住小医仙的手臂，他只是想让他知道，恶难毒体虽然诡异，但并不是想杀谁就杀谁。他让小医仙不用如此自暴自弃，更何况他也不再是当年那个被一个小佣兵团追杀的狼狈逃窜的小斗者。萧炎抬起变得乌黑的手掌，伴随着琉璃莲心火升腾，乌黑色迅速淡去。他冲着有些惊愕的小医仙说：“若是还将他当作朋友，便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他这样只会加速恶难毒体的爆发，而恶难毒体虽然是天生的，无法破解，但萧炎却可以帮小医仙彻底控制他。”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